恋爱了，失恋了。玉央恋爱了，这一点玉央有绝对的把握。这一次秘密的交流之后，在他和楚天路遇的时候，玉央的胸口都会拎得特别的紧，而楚天也表现得极不自然，不停地甩头发，想把额前的头发甩上去。楚天的动作真是多余了，你要甩头发做什么呢？玉央想，就是不甩头发，我也不会觉得你乱，我怎么会嫌你乱呢？头发不乱，那还是你楚天吗？真是没有必要。什么时候得到机会，一定得跟他说说。玉央木讷却并不笨，他很快把楚天日常的习惯给弄清楚了。比方说，楚天喜欢一个人在操场的跑道上溜达，每天至少有一次。有时候是在早操过后，有时候则是在晚自修之前。这两个时候操场上都比较空旷，没有人，最适合诗人的独步，最适合向往爱情。这一天的傍晚，玉央终于鼓足了勇气，离晚自修还有12分钟。玉央佯装闲逛，一个人来到操场了。操场上却空着，没人。玉央四下里张罗了几眼，吃完了晚饭，他明明看见楚天朝着操场这边来的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玉央并没有死心，而是轻手轻脚的绕到了水泥看台的后面，终于看见楚天了。玉央的心里又是一阵狂跳。楚天一个人站在草丛里，并没有酝酿他的诗歌，而是叉着腿面对着一棵树，全力以赴对着天小便。小便被楚天呲得特别高，差不多都过了楚天的头顶了。为了让小便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，楚天借用了屁股的力量、脚尖的力量，用力的往上拱。玉央张开嘴，他再也没有料到孤寂的楚天，桀骜不驯的诗人，居然偷偷的在干这样的一件事，太下流了，太卑鄙了。玉央愣在原处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掉头就走，拼了命的跑。玉央一口气一直跑到操场的出口处，立在那里，回过了脑袋。楚天已经出来了，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下流举动被玉央看到了，像一根木桩傻乎乎地钉在跑道上。玉央和楚天都看不见对方的眼睛，但是玉央知道他们一定在对视。诗人完美的形象坍塌了，玉央的心慢慢的碎了。傍晚的颜色堆积在他们中间，暮色越来越重，他们的身影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遥远。玉央扶着出口处的大铁门，用力的喘息，眼眶里注满了翻卷的泪。玉央失恋了，不过玉央的失恋并没有妨碍823班在129歌咏比赛上的出色发挥。823班在这一次歌咏比赛中的表现相当的出色，可以用扬眉吐气来形容。拿到了第1名还是次要的，关键是同学们之间空前的团结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，形成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集体。他们在班主任老师一元化的领导下，相互配合，相互支持，开创了一个良好的班风。这一切和王玉央当然没有什么关系了，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关系反而更加的密切了。轮到823班演出的时候，823班的同学站了起来，离开了座位，823的位置空下来了，空荡荡的，只留下了2个人，一个是孙坚强，一个是王玉央。这样的场面，玉央始料不及。就说孙坚强吧，平时的脸皮是多么的厚，这一刻也不行了，脖子软了，一直耷拉着脑袋，耳朵都红了。823演唱的时候，玉央只抬过1次头，除了孙坚强通红的耳朵，什么也没有看见。玉央的头
再也抬不起来了。全校的同学一定都看到了，楚天肯定也看见了。他王玉央连纪念129的资格都没有，简直就是示众，太现眼了。玉央把他的脑袋夹在2只膝盖的中间，不停地用指甲在地上画。画了什么呢？玉央不知道，大概是想在地上挖一个洞，好让自己跳下去，再用土埋起来。玉央一直想哭，但是不敢，好在还是忍住了。要是在这样的场面、这样的场合落下眼泪，那个脸不知道要丢多大，还不知道班主任会怎样想。赵珊珊风风火火的，很忙，她的妆已经化好了，一双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漂亮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庞凤华远远地望着她，显得格外的紧张。赵珊珊突然走到庞凤华的面前，主动要求替庞凤华把她的眉毛再加长一些。庞凤华不敢相信，她赵珊珊的眼睛里什么时候有过自己的呢？然而这是真的，赵珊珊的手已经把庞凤华的下巴托起来了。赵珊珊把庞凤华的眉毛一直勾到太阳穴的那边去，唇线也动过了，小了一些，露出了格外鲜明的唇形，而眼影的颜色也改变了。赵珊珊拿出小镜子，庞凤华在小镜子里头一下子就脱落出来了。赵珊珊说：“死丫头，漂亮死了。”庞凤华瞥了一眼远处，班主任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这边。庞凤华到底还是自卑，仰着脸说：“赵珊珊，我们乡下人就是土气哈。”赵珊珊用她的指关节捣了捣庞凤华的脑袋，把庞凤华的脑袋都弄疼了，就好像出手不重就不能说明下面要说的问题。赵珊珊认真地说：“你怎么是乡下人？你身上的哪一点是乡下人的样子？你看看你，气质多好。”这句话进了庞凤华的耳朵，进了庞凤华的心，很动人。乡下人一直是庞凤华的一块心病，现在好了，最权威的说法其实已经产生了。庞凤华一激动，一心想着要加倍的报答赵珊珊。庞凤华刚想说些什么，赵珊珊关照说：“待会儿演出你可不要等着我对你点头，你要先示意我，知道吧？你是指挥，知道吧？”庞凤华对着赵珊珊看了老半天，突然一阵难过，一把抱紧了赵珊珊的腰，说：“珊珊，我一直嫉妒你，真的，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，我们以后做姐妹。”赵珊珊知道庞凤华说的是真心话，人一激动，说出来的话就难免犯贱。可赵珊珊听在耳朵里却格外的别扭，她庞凤华也真是会夸自己，居然好意思做我赵珊珊的姐妹，也太抬举她自己了，这是哪儿对哪儿？赵珊珊回过头，远远的看见班主任正在看自己。这一次不是自己，而是班主任把目光让开了。赵珊珊回过头，拉起庞凤华的手，说：“到我们了。”庞凤华却走神了，愣在那里，相信自己和赵珊珊的友谊这一次是加深了，巩固了，已经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，完全可以和他们处到一块儿去了。